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陈立伟、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持续提到，今天是这一周新的开始，记得先帮我们的影片在下面按下赞，并且呢帮我们按下热推荐。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在上面留言热推。那如果想要跟我互动的话，跟我们的小编互动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板上面写下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那么我们也会亲自的跟大家一起来做互动，来做回复。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赶快带观众朋友关心到的是这一场川习会之后，川普已经明确的表达了美方不想飞9500英里来打仗，也反对台独，并且把对台军售，他说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筹码，直接这样子讲了。另外，白宫在川习会之后也特别释出了他们的实际的事实清单，结果发现中方买的东西、采购的项目远超过先前的预期，尤其在稀土方面，双方的解读还是有巨大的落差的。美媒也警告了说，未来5年台海的风险会升高。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川习会后，我们首先要关心的就是现在说台海的讯号正在重新被定价。我们要来看到川普的最新发言，针对于台湾问题，他说我不希望有人，他说有人走向独立，还说呢美国得飞行9500英里去打仗，我不想要看到这一种情况。我希望他们能够冷静下来，我也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冷静下来。针对于大家所关心的对台军售的立场，外媒披露，川普到现在还是没有给出实际的承诺，是否会批准延宕已久、金额高达140亿美元的这个军售的案子。川普也直指说呢，军售案对于他来说就是美方一个最好的筹码了。这一步同时是直接踩在美国雷根时代以来6项保证被视为是一个灰色的红线上头。针对于台湾问题，我们来看到新华社的最新报道，习近平是这样定调的：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他也特别警告美国，处理得当，双方美中之间会维持一个稳定的关系，但是如果处理失控的话，会碰撞甚至爆发严重的一场冲突。专家指出，接下来华府的做法恐怕就是会无限期对台湾来延宕这个140亿美元的军售案，交换的是北京在经济上面的一个利益。而川普来自于外媒的说法，他们认为川普是非常相信北京的说法的，将台海紧张大部分都归咎于台湾上面。而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一次呢，美国媒体也特别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说川普其实很满意这一次的见面，尤其是习近平的安排，而一些与川普关系密切的幕僚因此现在开始担忧了，说这一次峰会恐怕会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未来5年之内入侵台湾的风险大幅的升高。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去解读川普的这一句话，尤其他这边特别提到了说不会飞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是不是暗示美国不会为台湾出兵？同时他也表示了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似乎也对台独问题开始做出了表态。那么美国如果不明确的表示会出兵，又强调反对台独，接下来台湾的安全保证还剩下什么？那委员怎么看？是，我想这一次的我们看到的这个习川会那么在会后，其实各方的观察家都一直在等待，就是大家在预期说，到底这一场会议里头究竟谈了什么东西。但是很出人意料的就是说，在这一次习川会之后，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北京政府或者是这个华盛顿这里针对这一次的会议的内容有任何相对具体而且重要的说法所以外界就一直在猜测说，那到底是谈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川普千里迢迢的飞到北京，然后呢这个习近平大阵仗的来欢迎，然后两个人总不可能就是打个招呼 say 个 hello 吃个晚餐然后逛个天台然后就结束了这不应该是个观光行程的，这行程总要有达到一些相对的这个目的跟价值所以其实外界一直都在预测到底是什么。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白宫这边公布了所谓的事实清单。其实这事实清单了无新意，并没有让大家有太多的意外。因为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所谓的事实清单里头，包含了大豆的购买，包含了这个波音飞机的采购，这原本就是意料中事。那包含了未来中国大陆每年要向美国进行多少的这个金额的采购，这个也这个不出人意料啊。因为事实上，就算习川会不会，中国大陆每年还是会定期的向美国进行这个各式各样这个相关需求的一些采购。那么但是大家就发现说，譬如说中国大陆在稀土并没有做出实质的承诺，也没有做出太大的让步。中国大陆在伊朗问题上其实回答的也很含糊，那么他也没有表态会支持美国的立场，或者是要担任仲裁这个中间人来进行协调。这些原本大家预期可能会有的东西都没有。那么你再看到这个北京方面究竟要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付出了相对的这个代价，可是我们也是看不太出来北京到底从这次的习川会得到了什么。你说得到了美国决定放宽光刻机吗？放宽的这个晶片或者是高科技的这些封锁跟制裁吗？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所以我会认为在这一次的习川会里头，其实真正最重要的中国大陆得到的就是刚才思明讲的川普的那2段话，那才是最重要的事。如果大家回溯一下就当川普离开北京的时候，他被媒体在问到说台湾问题你有没有谈到？他支支吾吾的，没有正面的回答那明明台湾问题就是重中之重，显然在会谈当中一定有涉及，而且一定有更深入的讨论。可是不管是川普或者他周边的幕僚都讳莫如深，完全不做任何的回答。当川普被问到的时候，他不小心讲到，他说习近平有问我，如果台海发生了冲突，美国究竟要不要出兵？记者问他说你回答什么？他说我还没有做正面的回答。他到底有没有做正面的回答？他已经做了正面的回答了，只是他没有办法很明白的告诉大家说，如果今天台海真的发生冲突，美国不会出兵嘛。所以他其实这2句话很简单，第一，美国不会出兵；第二，台独是 trouble maker， 就这样。那么对习近平跟对北京政府来说，我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的。他们才不 care 什么光刻机、什么 NVIDIA 的晶片，这对他们来说不重要。中国大陆的技术可以攻克这些问题，只是时间的这个因素而已了。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讲，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如果持续的再被操作下去，那么将来要解决台湾问题，北京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北京得到了这个川普这样非正式的暗示的承诺。那么我看到说这个专家说，在5年内入侵台湾的风险升高我认为不用5年了啦，就在川普任期内因为5年的话还跨到川普任期外了，谁知道接着选出来是哪个总统？但是在川普任期内特别是在最近这段期间，美国还重兵在中东这个地区的时候，台湾的风险当然相对就升高很多了。只要北京政府定调说赖清德是台独，他现在正在做台独，而我要打击台独，那么川普这2句话不就是给了最好的答案吗？他不支持台独，他也不会飞9000多公里来台湾打仗。好，同样的问题，那舰长要怎么看？在上个礼拜的节目我就讲到说，他甚至呢不会那个，只要直接的拿817公报念一下也就可以了。那至于说6项保证的话，那这次说的更狠也就是川普直接说那是非常非常久以前的事情，而且那是一个总统备忘录，它并没有任何的法律位阶。所以现在大家在琢磨说有关于军售的问题那大家认为是第2批的军售，也就是4800亿的部分，可能第1批都出问题，也就是3000亿的部分。这3000亿出问题是怎么出问题？它不会不卖，只是什么时候交货。那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在讨论 F16的问题的时候 ，F16是在川普第1任的时候那个所提供台湾的军售，到现在已经隔了5年了，都还没交货，这个就是真正的问题但是我们讲到有关于美中之间的一个威慑的部分其实威慑有2个，一个就是意愿，一个就是能力。我们刚刚讲到9500公里的部分，那个川普讲的就是意愿的问题，他不想
然后第二个呢，能力的问题。我们回想一下，在去年的时候，这个美国国防部他们实际上做过兵推，然后他兵推的结果作为一个优势简报，这优势简报里面讲得很清楚，叫做碾压式的对抗，也就是相对来讲，美军是没有胜算的。那再加上这个就是能力的部分，而且这个能力的部分，大家不太愿意去面对现实啊。那我们来看看 Bloomberg 他在2021年的时候，他其实就告诉了大家，也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印太司令呢，他告诉了大家有关于这个反舰的弹道飞弹的部分，因为大家一直怀疑这个能力啊，那他确认这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确认之后，后来就出现了所谓的戴维森窗口。为什么？因为其实他怎么确认的？因为他确认的时候，其实他看到了2020年的时候，在南海的一个试射，这个试射也就是反舰弹道飞弹。这个反舰弹道飞弹呢，它其实它在这里射给乐山看，也给美军看。那乐山是台湾的长程预警雷达嘛？那也就是说，他从这里打到南海的一个目标，这一个目标他还特别讲了是活动的目标，所以不是停在那边的。那也就是他强调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它所进行的无论从短程的那到中程的，例如东风41，那以及东风17到东风21D， 这个都是中程的部分。那另外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一个中长程，也就是东风27的部分。这些部分呢，其实都是美军其实以现在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它是目标，但是它没有防御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来讲说有关于它的一个美军现在的能力的话，美军在二战的时候，它一年可以造出96000个。那96000架的一个战机啊，可是呢，我们来看看现在来讲的话，美军它实际服役有2160架，可是它的一个妥善率只有60%左右。那他说他到2026年的时候可以提升到2030架，可是这2030架真的可以吗？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看看这里讲到的 F-35的部分，它一年只能生产约150架，而且这150架他还没告诉大家清楚它有没有对外销售的部分。那海上舰艇的部分更是如此啊。我们从2次世界大战来观察，美军的舰艇就是数量就是一再的不断的下跌，而且它的能力没有提升。那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美军美国国会的一个研究中心，他所提出的这一个蓝色的部分，其实是美军的舰艇数量。那如果我们看到绿色的部分，也就是包含了这一个补给舰，也就是支援还有这个两栖舰艇的数量，也就是它在2015年就已经超越这一个美军了。那另外呢，我们再讲另外一段能力的部分呢，我们就会看到现在在小笠原群岛附近进行演训的这一个华盛顿号，它当初他从这一个圣地亚哥出发，一直到台湾附近，他一共花了42天。他这个42天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全狮号其实是有拼的啊。全狮号他在3月下旬的时候，他说他已经从圣地亚哥出发，可是他什么时候到台湾附近呢？也就是4月27号的时候，他才到这一个附近，也就是现在美军的能力已经不如以往。然后如果说他的意愿以及能力都不足的时候，他是不会跟解放军对抗。好，针对于台湾问题哦，一个刚刚小舰长帮我们特别讲到，一个是意愿，一个是能力。那能力问题刚刚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解析了。那有关于意愿问题，我们也说到，川普这一次被视为是首度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表态。他说到，美国得飞9500英里去打仗，我不想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被视为是一个算是过去以来最清晰的一个表态。那针对于这一次川习会，大家还在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白宫这时候释出的这个是事实清单。
单，结果呢，这个被视为说，你拿到的采购订单真的是少于过去中国大陆所承诺的，难道中国大陆是在做一个警告吗？等一下请杨老师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大陆的态度。我们先来看到白宫列出了这个清单，到底具体中国向美国买了些什么呢？包括了美国最在意的就是有关于农产品的问题。北京在这边承诺说，3年之内呢，每一年我都会买，那增加至少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再加上上回承诺跟美国买的105亿美元的这个大豆的话，总共金额是275亿美元，但是呢，还是远低于2022年的当时的一个金额哦，幅度是少了30%的一个订单金额。再来，美国还很在意的就是波音的飞机了，现在大陆承诺买的200架，现在传出也远低于过去是不是曾经答应过要买500架呢？最敏感的就是稀土议题了，美方说中国会来帮助缓解供应链的短缺，但是我们看到大陆方面的官方版本根本没有提到有关于要给美国稀土的承诺。杨老师怎么解读？我们看这一次川习会中美峰会开会之前，我就提到这一次峰会跟过去很大的一个不同。这个是第一个，川普或美国总统隔了9年之后才再度到中国大陆来造访。而这9年是什么意思？这9年就是中美的贸易战、科技战打到现在，大概输赢已经底定了。对，所以代表的是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权力关系跟9年前大不同了。所以中美关系跟日美关系、跟德美关系、跟英美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双边关系。所以别的国家川普可以开口要什么，你就要给我什么。那这次呢，你面临到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种权力关系跟以前不一样，那这个就必须要经过一定的这种协调，或者是呢折冲谈判。第二个特质今年接下来最多川普跟习近平还会见3次面。9月24号，我们不知道习近平会不会去访问。秋天。但10月是美国在川普的佛罗里达的高尔夫球场要开G20的高峰会。我们也不确定习近平会不会去。然后呢，11月是大陆会在深圳开 APEC 高峰会，那川普也有可能会来。所以如果都来的话呢，接下来还有3次。换言之现在这个元首外交它是一个持续性的。那两国权力相对相接近的国家，它在很多议题上，它不会是一次就敲定，给我个清单，我就放你什么东西，像以前那样子，那是上对下。那个是不同权力关系的，现在是2个相互有要求对方的，是互有底线的。所以呢，那接下来今年还会有3次，最多，我想至少会有1次。所以他们还继续在谈。那因此就表示什么意思？这次我们先相互的试探底线。那对中国大陆而言，这一次的底线只有一个，就是台湾。那对于川普而言，这一次的底线太多了，但眼前最急迫的是伊朗，那其他其实都很重要，所以你去看到了美国在伊朗问题上自己加菜单说中国支持这个不要军事化，说中国反对这个收这个过路费、通行费，中国这方面完全没有写。我个人不认为在任何的议题的层面，中国大会说我反对那个通行费这个200万太高了，100万才可以。大陆怎么会对别的国家的作为指指点点呢？尤其现在跟美国有这个冲突的伊朗，而伊朗的背后是很重要的中国这个大国支持，所以美国自己在加菜单，所以很显然他对伊朗有这个底线。那中国大陆对就台湾议题有这个底线呢？那川普讲了什么？我们讲叫新4步，其实他第一个就是他反对台独，这我以前都预测的，他果然讲。第二个，他不会为台独而战。第三个，你台独也不要把我当靠山，这个话讲得很清楚，但是很随便。怎么讲随便？他对媒体讲，他没有发新闻稿，他没有发声明，他没有做联合声明，他更没有写第4公报。所以这个对媒体讲，我们现在知道川普对媒体讲一天要讲几次话。他这个讲话当然代表的一定的，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讨论
然后川普了解到这个议题的严重性，他讲出来，会有一定的效应。可是你不觉得美国有反扑、反悔的可能吗？尤其川普这个人，他周边有没有什么国安、外交的资深人员？当他如果不高兴的时候，他反悔不是不可能。他的反悔当然不会说我支持台独，他反悔马上就是加码给台湾军售，或者是在对中国大陆的议题上，他又来一个什么制裁。这种东西其实你千万要认为哈，因为现在进入到中美的这种权力竞争哦，美国的内部的政治人物、媒体，还有就是这个两党的政治人物哈，一些这个学者专家，基本上认为中国其实还跟美国有一段距离，而这一次川普这么乖的言行，其实他们觉得低声下气。我看了美国主流媒体，包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这种轻蔑的语气在这个里面，没有改变。他们对中国不是真的很理解，一定要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什么样持续的元首外交，让他们真正了解两国的权力接近，他才会真正的把口头的政策变成真实的作为。就是习近平在明年准备要进入他的第4个任期了。那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哦，就是说他必须要拿出一定的成绩单，才能够让党内的人士服气。这也就是外界为什么预测台海在这2年的期间是风险特别的高。那么我认为台湾问题这次之所以没有放在公开的台面上讲，或者是进入所谓的什么共同声明，理由很简单，对中国大陆来讲，台湾是不能交易的。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他有什么好交易的？他要处理他自己的内政问题，他不需要得到美国的同意或反对。但是他只是要试探川普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比什么都重要。这个态度的直觉反应，就像刚才永明说的，也许他随口说说，他并没有写在任何的共同声明里，但是这对中国来说就够了。在接下来，如果中国大陆真的要对台发动任何的行动，他当然也不会这么天真乐观的认为美国不会反悔。但是至少他知道川普的态度是什么，接下来他要做任何判断的时候，这个态度会成为他要不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了。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超级强权东升西降，今天特别来关心到是双普访华争宠哦，真的是不落人后。我们等一下也来看到说，现在呢在北京哦，由于各国都开始不断的去北京访中哦，那么北京也开启了所谓的朝贡制度新时代吗？另外，来自于《时代》杂志最新评论，他认为全球的权力已经移转到中国了。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一个比较清晰的分析。我们先来看到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析。首先第一个，川普才刚离开北京，结果普丁接下来即将要访中了。现在看起来世界正在向东看齐，也是因为对美国失去信心吗？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是川习会刚落幕，但是我们观察到整场的川习会，甚至到川习会结束之后，川普的态度哦。改过去的强硬风格，这一次真的是比较低调一些，甚至对中国释放出罕见的许多善意。时代杂志在这边更做了一个这个杂志的封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面板的另外一头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背景上面全部都是红色，并且看到2位中美的领导人正在握手，被视为是全球权力正在向东转移吗？这是时代杂志最新的评论，到底怎么回事？等一下我们也会做来分析。第3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川普访中，但是换回来的成绩只有200架的波音飞机跟数百亿美元的农产品订单，这算输还是算赢？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观察说，如果今年秋天换习近平访问美国，那美中到底谁可以真正的拿到主导权？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我们先来看到是习川会刚落幕哦，结果下一位重量级的元首即将访问中国大陆的就是普丁了。俄罗斯总统普丁将会在5月19、5月20号访问中国，可以说等于短短1周之内，
这个美俄两大元首都接连访中，但是我们不只是看这一周而已，我们从今年初2026一起来做关注，到底有哪一些世界大国重要元首访中呢？首先可以看到英国首相施凯尔、加拿大总理卡尼到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梅尔茨都接连访中之外，在中东的方面也有许多的元首访中，除了阿布达比的王储之外，还有伊朗的外长跟巴基斯坦的总统等人。中国的官媒是这样定调，为什么各国现在都在访中？有3个原因，第一个体现中国的特别看重与期待，还有对中国机遇的努力抓取开放的中国，再来就是第3个，显现了中国更懂得尊重、擅长合作共赢的方案。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也特别讲到了，现在外界的观感正在逐渐的改变，不少领导人前往中国，就像历史上面的朝贡制度，就承认了彼此之间上面有一个权力的差距，这是来自于创办人达里欧最新的一个评论。那么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今年许多国家元首纷纷访中，这背后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对，我觉得这一切还是要再次归功于川普那么真的是要感谢他了。各位知道，就是说，其实美国跟他的西方盟邦长期以来就是美国一直把自己塑造成为代表世界的正义，他是国际的警察，他制定了国际的游戏规则，然后呢，他制定了相关的国际组织。那么美国就代表了自由，代表了民主那么美国长期以来把自己塑造成为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接着呢，他就把他敌对的国家，比如说像俄罗斯，比如像中国大陆，这个美国的这个跟他的西方的盟邦，还有这些西方的媒体，就把这些国家塑造成为专制、独裁、共产的政权所以就是邪恶的轴心。这是长期以来这个美国在全世界所玩的2分法的游戏嘛。所以大家看看这个好莱坞所拍的电影美国永远都是站在维护世界正义的这一边那么这也是美国人民引以为傲的地方。可是呢，川普上任之后呢，他就完全这个反向操作了那么我们看到从川普 2.0 我还先不要讲 1.0 就从 2.0 开始讲就好了。他上来做了什么呢？川普 2.0 一开始他就先羞辱他的盟邦，北边羞辱加拿大，南边羞辱墨西哥，然后接着他就开始苛征对等关税了，全世界无差别的这个散弹枪乱扫大家纷纷有这个通通都中奖了。然后接下来呢，关税才告一个段落，马上就开始要这个准备要夺取格陵兰了就要求取得格陵兰。格陵兰这件事情还没告一个段落了，还没有这个有个分说之后，接着你又看到他就开始突袭了委内瑞拉，这个美国自己扮演了加勒比海的海盗去抢人家的油轮然后呢，委内瑞拉结束之后呢，他就开始挥兵伊朗了。挥兵伊朗的时候没有通知任何的盟邦，他就这样干了那么完全是在一个被以色列这个绑架的情况之下，川普就做了这么多事那这些事情一瞬之间就把原本的黑白猪羊全部变色了就原本的这个主客的角色就完全颠倒过来了。大家忽然发现说，原来美国不是世界的警察，美国不代表自由、民主、正义因为美国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那个川普不断的讲，你想要什么你就去抢，你想要石油你就去抢那么他想要什么他就去抢了所以美国一瞬之间就从这个世界的警察变成世界的强盗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大陆始终不变的就中国大陆是一以贯之的一个这个路线。我一直不断的在这个节目讲这就是王道跟霸道的差别就今天中国大陆在奉行的就是王道的政策，而川普今天在玩弄的就是霸道的权术而已所以所谓的王道是什么？就是大家共存共荣互利互惠，我过得好你们也过得好。美国现在在玩的把戏是只有我可以过好日子，你们都不可以所以在这种高下立判的情况之下那么当然中国大陆在国际社会的被这个信任的程度大幅的提升它成为一个稳定的力量。那你更不要提到说在地缘政治上，中国大陆不断的强调，第一，它不插手任何一个国家的内政；第二，它支持多边主义，它捍卫这个国际的这个游戏规则，捍卫国际组织，这些东西都是符合真正全球，不要说南方国家了，现在连这个比较先进国家，这都是他们所期待的就是让世界能够恢复到一个有秩序的状态。
那你更不要讲在贸易的层面了。今天贸易很显然的就全世界就是2大的这个贸易的重大的这个强权，一个是美国，一个就是中国大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卡尼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卡尼的外长不断的这个对外说，我们不能够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哦。今天美国显然不是我们可以依赖的对象，我们必须要做相关的这个风险的分散。那么加拿大会做，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际地位大幅的提升，当然跟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奉行王道路线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还是要感谢川普，他自己一个人把美国的形象给毁了。好，对，特别是在川普2.0上任之后，不管是在国际地位、地缘的这个信任度哦，中国大陆在这个背景之下是他们的信任度大幅的提升，美国现在则是受到许多盟友的不信任。那同时间，其实呢，还是有来自于美国媒体特别做一个评论，而且我们要特别来看到这个杂志的封面，其实蛮有趣的。这是《时代》杂志这一期的最新封面哦，可以看到这个中美2国的元首在握手之际，这个背景图是完全是红色的，被视为是呢，是不是中国代表了中国大陆它这个崛起的一个趋势，是这个杂志要特别强调的吗？特别是看起来也有川普要把这个全球秩序权力交给习近平的味道吗？等一下我们来稍微解读一下这个《时代》杂志的封面。再来就是大家说，这次呢，川普访中期间这个态度怎么变得这么奇怪？过去不是都很霸道吗？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飞机在飞到大陆的途中，他是没有接受采访的。那峰会期间，社群也很安静，然后多次释出对中国的正面言论。台湾问题至少在川习会期间，他人在大陆的时候也没有多提。那么针对习近平说美国已经衰落的话，他都说是表示赞同的。虽然说他是指在拜登时期。那针对于川普的态度，杨老师怎么解读？川普在跟习近平的晚宴之前呢，现在被拍到了一张照片，我觉得这个照片拍的蛮有趣味的。他在一个比较没有人的这个大厅哈，一个房间里面，面对着他儿子跟他儿媳妇，他在念他的稿子，他在练习。你可以想象啊，川普他以前会做这种事情吗？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晚宴的时候，川普表现出来的就是说那种谨慎，他还翻了一下他那个稿子。那个时候还有人误会说他是不是翻习近平的小本子，但不可能啊，因为事实上那个是上面有美国的这个白宫的国徽在这上面，同时那习近平小本子是写的中文，川普应该看不懂吧？他没有带他的那个外孙女来哈。我刚才不是讲中美之间现在权力关系进入到一个不同于以往，而且他们今年接下来最多会有3次。我刚才在查了一下，在我们录影的没有多久之前，美国白宫正式发了一个声明了。这个声明讲了3点。第一点，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认为，美中2国应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中国大陆提出来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接受了，而且变为白宫的文字了。然后，川普总统在今年秋天会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华盛顿，所以9月24号他已经表达就是邀请2国将作为东道主相互支持今年晚些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所以他们最多真的可能会见到3次面。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就是今天呢，美国已经从这个 Pax Americana， 也就是说美国单极的霸权，其实真的是跟中国建立一个我叫做大国协调关系。这个在历史上发生过，19世纪的上半叶在欧洲也是如此。那这个大国协调主要是中美，但也不限于中美。如果一些区域性的可能会有区域性的国家，欧盟；如果一些军事性的可能会有俄罗斯。所以这个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是大国协调。那关键是因为中国大陆它跟西方过去的大国不一样，它不寻求取代你成为霸主，但是它要强大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主权、经济、能源或解决一些别人对它的挑战。所以很清楚哈，现在我觉得已经进入到我们叫大国协调，也就是叫做这个所谓大国协商啊，那就中美的，然后持续性的元首外交。那当然。刚才看的白宫的发文，我刚刚讲不是3个部分吗？第一个部分，它就是美国就是确认了双方在这个所谓稳定性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里面谈到了伊朗然后呢，第二部分是谈到了双方建立了外交跟投资委员会。那其实 AI 也会建立一个双边的沟通架构。第三部分就谈到了中国大陆对美国的采购。那这个采购我们刚才谈到的部分，这都是出来，这文字都一模一样。是，但没有谈到什么东西。对，没有谈到台湾。所以在白宫的文字当中没有去谈到台湾。也许一方面，台湾问题本来就很复杂。台湾问题牵扯到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台湾问题牵扯到中美之间真正最后如果要解决最后的这种对抗竞争的爆发点还没有到那个时间。台湾问题也牵扯到可能第一岛链别的国家。高市长苗不是在川普回去的时候跟他通了15分钟电话，这个15分钟电话就是一个表态。什么表态？不是说你飞过领土一定要跟我通个电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很在意你跟习近平讲了什么东西，而且我跟中国是对抗的，所以他跟他打了个电话，以确保美国在跟中国在进行谈的时候，我日本在那边摇旗大喊，我也是个咖其实日本整个根本已经不是个咖了，但日本一直认为他们是个咖，那美国要想把它扶植变成一个咖，那台湾这边也有人要摇着小旗说我也是个小咖，那美国当然也会照顾一下，所以呢，这会是个持续谈判的议题，中美之间，而我看得出来，中国大陆跟美国说，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中美的最大公约数，他自己这样讲了，徐英明自己这样讲，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愿意跟你共同来做危机管控，台海的问题不要让它发生问题，但如果你超过这个底线，或台湾超过这个底线，我有我处理的办法。舰长又怎么看？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川普他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9月24号，然后访问那个美国。那其实我们就又谈到了有关于波音飞机，原来大家传说要买500架，为什么变成200架？200架是前金，后面有后卸的。那前金跟后卸中间是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说，现在他们那个，也就是这两国的元首在中南海单独谈的那个2小时，他们一定谈了很多知心话，所以这一个川普总统才会在飞机上面讲，治理台湾的治理台湾的那位。那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首次美国现任的那个总统跟台湾现任的元首一个交流的机会，可是那有交没有留啊？交是什么？也就是交代你要做什么。所以大家不要说很乐观的看待这件事情，而且这也从川普讲的这么多话里面我们有没有听到另外一件事情？川普又在说我们台湾的晶片都是偷来的，那我们的台积电呢？我们台积电送到美国去，川普连提都不提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后卸不是只有300架这个有关于波音飞机的部分，还有稀土，这一次也等于没谈。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大家竟然已经看到 F-35的战机部分，它前面已经没有雷达，为什么？因为没有稀土啊。没有稀土做不出来啊，那也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是美国心里的问题，可是他不愿意讲。那为什么邀请这个时间点9月24号？可是难道川普不知道9月25号是中国的中秋节吗？他清楚得很啊。那他为什么邀请这个？也就是我们大家来开开心心开个趴，然后我跟您报告你当初我们那2小时讲的事情，通通都已经完成了。那就会有更大笔的订单出现，更大笔的订单出现到11月3号期中选举的时候，正好发酵完毕，也就是可以促成川普支持的对象都能够顺利当选。那如果没有这个9月24号的邀访的话，那无论是 G20 或者是 APEC 都是之后的事情，期中选举之后的事情，那就来不及了。是，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今天特别来关心到的是被视为中国大陆的军力要称霸印太吗？因为呢，这边华油这边也亲自做了一个认证，说解放军的军武全面的反超。他有特别提到这当中的特别几项的军武是这个华油特别担忧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会来特别看。另外今天也稍微关心，包括了在军力上面055鹰击18、鹰击20撕裂美国航母第一岛链的问题。今天我们会全面的做解读。好，川习会刚落幕，但是这个说是不是表面的和平呢？因为印太的海面上其实并不平静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媒体爆出的，中美元首正在握手谈和平，同时第一岛链周边有90艘的共建滞留，被视为是在区域的风控、联合作战跟战略威慑等级的一个最新部署。美国则是在这同一时间扩大它的这个军事动作，打造了关岛神盾系统之外，还部署海马士在菲律宾，并且呢，他这边最新预估在2031年，他要将舰队的规模不断的扩大至450艘。川普还说，他要继续的力推他的精穹飞弹的制造。那么现在说呢，这个金额恐怕高达了1.191兆美元，这是来自于国会所算的一个成本，远高于川普先前说只有1800多亿的金额那么对于现在美国的国债都已经突破了39兆美元，如果再加上这种扩军的费用，恐怕财政上面的负担是相当吃紧而且吃力的。委员怎么看这个习川会才一结束，先是这个90艘的共建滞留，另一方面美军在扩大在军事上面的各种准备行动，印太现在是更危险吗？中美是否步入所谓的修习底德陷阱？委员怎么解读？对，什么叫做修习底德陷阱？我想在过去这段时间，很多这个专家都提出来过嘛。那么直白一点，用白话文说，就是当某一个强权在兴起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引起既有的强权的不安，然后这个既有的强权就会跟这个正在兴起的强权爆发冲突跟战争，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修习底德陷阱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我认为中国大陆还没有陷入修习底德陷阱，可是美国已经陷入了。就是从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美国就已经把中国大陆当假想敌了。包含刚才永明都讲到了，你说连这一次的这个习川会，美国的媒体也并不见得给中国大陆多少正面的肯定跟期待嘛。所以代表长期以来，其实美国的媒体也好，美国的产业也好，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好，他就把中国大陆当成一个非常重要、正在兴起的威胁能够尽早把它打下来，就尽早把它打下来了，绝对不会手软的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美国在各个层面对中国大陆进行了打击，关税，中国大陆现在关税是美国所科最高的吧，55%了那么我们看到的像这个高科技相关的这些这个设备的封锁，然后包含像这个地缘政治上的布局，其实都是以中国大陆当假想敌的。我觉得中国大陆并不笨，北京政府也清楚今天不管习近平跟川普要见几次面，那么最终这个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敌意，事实上是不太容易降下来的。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跟美国都在跟时间上做赛跑嘛。美国现在在玩的就是远交近攻的政策嘛。它短期之内在很多层面上没有办法对中国大陆真正造成实质的打击，特别是在军事力量的这个部署上，所以它必须跟中国大陆握手言和。然后，但是它却减除了中国大陆在其他地区的这个相关的这些盟友跟支持的力量。同时，它正在积极的这个打造自己的海军，新建自己的这个军备那么一旦让美国完成了它这些相关的布局的时候，中国大陆就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了。所以我觉得北京政府也不笨，他也很清楚。那么为什么这个在习川会的过程当中，第一岛链还有将近90艘共建滞留，这个也不意外因为事实上第一岛链有日本现在正在不断的这个蹦跳挑衅那么这个还有菲律宾也企图在南海生事，那你更不要讲台湾问题现在是重中之重那么中国大陆对台湾也没有手软所以这就是我刚才不断的在强调的问题。如果今天第一岛链是安全的、和平的，不用有90艘共建了，习川会吧，当然应该营造一个非常和平、欢乐的形象你干嘛要摆这个90艘共建在那里呢？显然就是这是个两手的问题在台面上，我跟你交朋友，我知道你远来是客，可是我并没有放下我该所做的这些布局跟防范的措施。特别是我不断的要强调一件事，就是
演习要投入的成本非常高，这个舰长很清楚啊。任何一场演习都不可能是免费的哦。那么中国大陆这么多场针对台湾的演习，都已经进逼到台湾的24海里了。那你认为说中国大陆演习是演习来玩的吗？演习给台湾好看的，吓一吓台湾，要耗费这么大的军事力量，要投入这么多的资源吗？什么时候哪一天会不会由训转战呢？乌克兰就是最好的教训呢。俄罗斯当时演习结束的时候，所有的西方媒体看着俄罗斯用火车把他的坦克车运回去，大家都说哦这关过了，不会打了。第二天就动手打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它有它的盘算，它有它的 agenda， 它有它的时间表。对美国来说，它已经退到第二岛链了嘛。所以我们刚才这个思明给大家看到的，美国就是积极的在部署第二岛链的防御，但是某种程度来说，它就已经弃守了第一岛链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在中美的对峙之下，美军是否是陷入在修习底德陷阱，大家也在持续关注。因为呢，从动作上来说，确实它现在正在快速的扩军。那背后其实主要我们也来看到，因为华盛顿邮报最新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呢，他引述的是美国的前 CIA 的分析人士说的，说中美之间在军事武器上面的差距哦，除了说在核潜舰上等少数领域呢，美国还是保有一定的优势跟领先之外，他特别提到，其实很多的方面现在呢是局部领先美军的，也就是中国大陆是局部领先的，甚至是快速的逼近。那当中的几款武器包括了飞弹、电子战、太空反制跟无人机无人系统，都是美军现在最担心的。那真正让华府感到担忧的，还有就是大陆的这个工业的产能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快速，一年可以新下的水军的军舰总吨位是美国的14倍，超过北约多国总和的3倍。那一年他这边计算说，35万吨的新舰入列，造船能力更是美国的232倍。但是美国呢，我们看到我们刚刚不是说吗？美国要造这个军舰达到450艘，但是现在它造舰的量能确实是非常的吃紧。再加上最新的事情，就是这个最强航母福特号被迫在海上连续部署326天，创美军史上最长纪录。许多的士兵说精神崩溃哦，有人返港第一次哦，出生的4个月小孩是他第一次看到的。杨老师怎么看这些现象？小孩出生4个月才看到，那是很难过的事情哈。对，虽然他大概是可以用手机在网络上看到。3点了，第一个。现在这个时间点，美国的军事还是全球 No.1， 对，这个没有话讲。它的军事预算是9000多亿，是中国大陆的3倍。它的全球的基地有750个，也只有它有全球有基地，而且各国跟它有签军事条约的，从北约到日本、韩国也给予它军事基地上的支持跟演练。那当然它有核子弹头5000枚。那中国大陆目前大概是600枚，可是第二点，大国的军事力量不是这样子在玩战争游戏的来比较，单纯比较数字，因为你不会真的进行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因为有核子武器，所以当核子武器出现的时候，核子强国不会直接的发生战争，那叫世界毁灭。所以呢，他就必须要用军事武力，也许透过代理战争消耗对方。最重要的是透过军事武力来去实践他的外交跟经济政策，要其他的国家在低头，然后呢屈服于他的军事的压力之下，然后呢可以在区域的秩序当中去惯行他的想法，比如说在中东，比如说在东欧，你看到美国，那过去美国就是无往不利啊，现在你发觉到处处撞壁，那就是为什么？那就从5月份开始。就陆续的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刚才大前委员讲，第一个5月1号，美国的《纽约时报》一篇好长的文章，就在讲美国的海军已经面临就是这个悲哀的衰落了。就刚刚你讲的一连串的数字，还不包含它还有好几个造舰计划，连续花了数十亿美元之后呢，就取消掉。最近一个就是去年下半年取消掉的，叫做新作舰造舰计划。所以它的整个舰艇的设计跟这个目前这个，如果说舰艇有代数的话呢，那已经落后中国大陆了。然后呢，到了5月的第1个礼拜的时候，2位参议员在《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的空军已经输于中国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然后你再看，最重要的是美国在伊朗打了一个仗，结果呢把自己给输下去了。最后呢必须要到他的竞争的对手北京这边来去寻求，而且刚才我讲的那个白宫的那个 readout 啊，他那个 fact sheet 里面他就提到，中国大陆跟美国同意这个战争怎么样，然后呢海峡的通行是跑到你的竞争对手来，请他来帮忙你维持一个作为海上霸主关键的海峡秩序，因为你自己没办法掌控。所以你全面的这种衰退，那这个时候倒过来就是，第一个，你对你的对手就没有办法用军事力来要求他政治上的退让；第二个呢，你对区域的影响力开始会衰退；第三个呢，这些国家就开始会选边了，就会平衡了，对不对？所以就整个这个全球的秩序就开始会在重组过程当中，那应该是动荡的。那这个时候大国就要了解，如果你用大国协调的方式的话呢，寻求一个基本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如果能够做到的话，那其实是世界之福啊。好，对，同一时间，那我们也来看到，那大陆方面呢，现在在军事上面又有什么样子的准备？刚刚看到是美国，这边看到的是大陆现在正在补足的是它的095、096等等，还有它的轰20，说希望能够好好的建立成军它的海陆空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搭配的就是6代机高超音速导弹鹰击18、鹰击20跟055万吨大驱，尤其特别重视在第一岛链这边，希望能够更加的安全，打退美国的航母。印太现在的霸权是不是重新改写？那舰长怎么看？4月23号的时候，我有幸去参加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海军节的舰艇开放。那除此之外，我还去了这一个青岛的北方造船厂以及青岛港。那这不给我的感觉啊，也就是之前我们大家唱的中华民国颂的部分啊，也就是青海的船厂一眼看不完。而且为什么没有照片？因为他说这一些，因为我们看的不是军舰啊，是一般商船。他说这些商船，它都也是分段组成啊。他说那个都是各个那航商他们的一个机密，所以我们不能拍啊。那至于说啊，我们看到的青岛港，它就跟郑丽文主席去看到洋山港一模一样，从这一个货柜的起调。一直到运输，然后一直到储存，通通都无人化，它都有无人车在那边运输。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讲到了有关于军事的部分，我们就看舰艇就可以了。那我们看舰艇的话呢，我们看到如果说以驱逐舰加上护卫舰的话，它的数量，北部战区32艘，东部战区41艘，南部战区33艘，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透过这一些舰艇的部署，它真正的重心其实在东部战区啊。那除此之外，那有关于055的部分呢？那055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有关于央视它公布的资料，只有一件事情，也就是它13000吨，其他的都是我们靠这个论文或者是靠它的外形来做研判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可以发射的飞弹非常多啊。那有鹰击18，鹰击18其实它到末端的时候，它可以达到那个3马赫，那也就是3倍音速。那它的射程是在600公里啊。那有关于说它的这个红旗9的部分呢，我们不知道它放的是哪一型，从125公里到250公里，现在甚至还有480公里的，那通通可以放进去。不过真正该注意的是，以前讲到的鹰击21，但是是鹰击20的部分，也就是它已经把弹道飞弹直接放进它的一个垂直发射系统。那这个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它的发射的状态。那如果透过詹氏武器的这一个Defense Weekly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双锥体可控制翼，也就是它可以在进大气层之后，它可以改变攻击的目标。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它除了这样的只要是具有垂直发射系统的，通通可以做。那另外我们刚刚前一段我们还讲到了东风27的部分。东风27如果按照美国的资料的话，它可以打8000公里啊。那它的这一个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去年的93阅兵没有出列，可是它也已经在
去年的12月展现战力了，也就是实际上来讲，它从太原卫星发射场发射之后，它实际上飞了2746公里，但是它转了一个弯，也就是它实际上验证了它的一个在大气层中转向的部分。那至于潜舰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有095而已。那这一个部分呢，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已经从这个美国的这一个海军的战略学院这边的一个资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095之外，那还有096啊。那它的这个，我们看到095，它当然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垂直发射系统。那096是比较大的部分，那比较大怎么办呢？那它其实有各种的综合方法，也就是把这一个弹舱呢，就是它可以容纳我们刚刚讲到的飞弹，一个弹舱放3个。那这些到底是可以容纳哪些飞弹呢？我们在去年93阅兵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鹰击15、16、17、20，通通都可以。那这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解放军的体系化建军。那它的攻击模式不是只有单纯的反舰飞弹而已，还有弹道的反舰飞弹，还有直接水面下的威胁。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美伊的下一场战事准备要开打，现在来看到是川普的大锤行动，他说准备要启动了。美以在这个时候还呛说要夺核哦。那么阿联呢？根据美国的这边官方的了解，还要求这个阿联这边去打伊朗哦。那阿联会不会答应呢？等一下我们来关心。至于在核姆兹，现在呢，这个伊朗方面又收出了一个新的收钱的一个方式。等一下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美伊的停火只是暂时的，现在看说会不会很快就会有下一场？因为最新来自于以色列媒体的爆料，纳坦雅胡跟川普通话了30分钟，讨论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甚至可能派特种部队进入伊朗来夺取浓缩铀。美方准备把这一场战争正式的命名为大锤行动，有没有跟去年的这一场午夜之锤的名字非常的类似呢？大家说恐怕这一场行动会比去年的行动还要更加力道更加的大。那么美军现在在中东部署的战力，我们也稍微看一下，2支航母之外，还有10多艘的驱逐舰、大量战机跟第82空降师、5000多名的陆战队，一共是在中东部署了5万多的兵力，但是美方说要夺取的浓缩铀，现在的问题是伊朗的地下核设施藏在非常非常深的山体下，美军如果派地面部队去，确实会遭遇到很大的一个风险。同时间，伊朗最擅长的就是不对称作战哦。那么美军要怎么样来面对大量的飞弹、导弹跟无人机呢？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刚刚提到的川普的这一场行动叫做大锤行动，会不会复制去年的午夜之锤，再次的使用钻地炸弹 GBU-57？大家在关心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如果真的要去夺浓缩铀，派这个所谓的地面部队去，接下来的风险，舰长怎么看？其实啊，在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的这段期间，大家过了一个非常平静的这一个3天啊。那但是呢，等川普一回到国内之后，就开始大发出social，这是他最近发的一张。那也就是在今天发的啊，他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他准备来解决伊朗的问题。那是不是要由地面？他已经演练过1次了。也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伊斯法罕附近那其实他们已经投入过这个有关于运输机，甚至那种攻击型的这一种直升机。那但是最后功败垂成，他们还把这些都毁掉了。那也就是说，这一次只是一个练兵而已。但是这一个位置也就是我们讲到他们直接
落地的位置呢，距离伊斯法罕的核能中心呢，其实并不远啊，就是40公里。所以其实上一次的演习不信邪，还要再来一次。那至于说可不可能使用碉堡克星呢？那实际上来讲，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啊，他讲过，实际上来讲，上一次就已经失败了，也就是没有办法打穿。那而且呢，他们发现现在伊朗还在继续挖、继续深埋，所以未来更难打。所以他们想要的，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所看到的，直接派部队登陆。登陆之后呢，那他其实要建立这一个狙击的一个能力，也就是防空以及地面打击的能力，然后他们派一小组人进到这个隧道里面，直接拿出浓缩铀。那当拿出浓缩铀之后，其实伊朗就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上谈判桌了。所以伊朗会让美军这样做吗？美军已经失败一次了，也就是他们已经知道美军的弱点在哪里。那也就是现在在做第二次，那成功的可能性并不高。好，所以美军会不会真的这样子做？或许现在风险太大，所以他们要好好想一想。但是呢，美军已经开始鼓吹这个中东的海湾国家阿联去打伊朗了。那确实，现在来自于英国的媒体披露说，其实呢，阿联在去年4月的时候就已经打过伊朗，也就是打他的这个拉凡岛，发动了一个秘密的空袭。所以也不意外的，我们看到阿联最近它的核电厂也遭到无人机攻击，被视为是伊朗对阿联的一个警告。现在的问题还有，阿联他的兵力其实只有5.8万人，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是他本来想要拉邻国一起去打，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跟卡达，但是这2个国家都拒绝了。他真的会去打吗？有能力打吗？那孙委员又怎么看？对啊，其实我看过很多很蠢的国家，但是真的没有看过像阿联这么蠢的哦。那么这个的确是出乎意料了哦，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怎么可以笨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其实阿联从一路过来哦，就是不断的在踩雷了。他先前跟美国深度绑定，所以他成为这个伊朗反击里头受伤最重的一个国家。接着呢，他还不知道改变，然后接着又跟以色列也做深度绑定了。那么这显然就是所有美国跟以色列在中东的仇家，这些账都会算在阿联身上那也这样也就算了，那你就不要再讲话了，就赶快闪到一边去做闭上关就好了。你现在如果自己再被怂恿，这个跟着美军一起来拿下所谓的拉凡岛的时候，你就摆明了就是把整个阿联就当做美国的马前卒了嘛。美国在中东刚才大家看到已经部署了这么多的兵力了，他要拿个拉凡岛还需要你吗？他就自己派人来就好了。他自己都不来了，派你来，那就显然是他要让你去牺牲，他不愿意牺牲他自己的美国大兵嘛。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阿联难道都没看懂吗？就阿联酋现在自己想要做什么？他有他的盘算，他希望尽快把他的油卖掉，然后变现，发展他国内的金融跟这个 AI 的产业，这是阿联想要做的。可是阿联要想清楚一件事哦，你大费周章的退出了 OPEC， 不就是为了要发展你国内的产业转型？如果你这个时候跟美国深度绑定，再跟以色列深度绑定，一个随时都有无人机攻击的地方，哪一个 AI 产业敢把数据中心设在那里？一个随时都可能遭受到这个伊朗飞弹攻击的这些城市，不管你是杜拜或者是阿布达比，哪一个金融界愿意把自己在这个中东的 headquarter 放在那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阿联还是没有办法想清楚他今天国家发展的方向跟他现在所做的决策中间是有很大的一个冲突那么阿联就真的就是蠢到无以复加了那么成为美国的牺牲者，成为美国的马前卒，然后最后把自己的国家都赔上去了。好，对，这个是针对于阿联。那我们来看到，那荷姆兹海峡现在最新也有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他现在做的最新的事情就是通过这边的商船，他要来开始收保费了。那采取的是用加密货币来做结算。那现在预估了1年可以进账换算新台币3000多亿，所以已经有欧洲国家现在爆出来说已经跟伊朗在谈了。另外，伊朗在政治上面有一个最新动作，就是他们把国会议长任命为中国事务特别代表，是不是要提升大陆在这边解决中东事务的一个地位又变得更重要？那这2件事情，杨老师怎么解读？对，我们刚才看到白宫是说，习近平跟川普双方同意，伊朗不可以发展核武，同时要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
并且反对任何个人或者是机构对于海峡征收通行费。不过这是白宫所讲的哈。这个通行费的问题，我刚刚提过了。我个人觉得大陆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这么清楚的说，哦，不要收通行费。那通行费真的对伊朗很重要吗？其实3000亿台币大概100亿美金，伊朗现在被美国冻结了好几百亿美金。伊朗每年出口的原油，而且它的原油非常好，远超过这个价值。荷姆斯海峡对伊朗现在证明就是说，它是一个自保的准核武的一种自保武器或机制，它可以透过无人机跟飞弹就控制荷姆斯海峡，影响全球的能源，影响美国的中东的霸权。所以，它现在之所以去苛征这个通行费，我觉得一方面是革命卫队真的缺钱，战争嘛；另外一方面是就用这种方式来去对美国施压，对全球施压。那他是不是真的要一路黑到，不是一路坚持到底，就一定要通行费？我觉得也某种程度，其实船东都愿意付。如果是20万、50万、100万美元的话，那反正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这个会影响到美国所讲的嘛？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别的地方的海峡是不是开始要比照办理了？就有马来西亚的这个部长就说，是不是？这个马六甲海峡也这么做，但新加坡跟印尼马上第一时间跳出来说反对，所以它会产生对美国的全球海上霸主的地位更进一步的挤压，这才是真的。那至于对伊朗而言，它只是要把荷姆斯海峡进一步的掌控。